1月测值品鉴时间到，最强阴阳师穿越异世界，用阴阳术狂虐土著。在经历了恶魔袭击、学院卧底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以后，龙傲天赛卡迎来了学院的第2年开学典礼。今天的新生入学一点都不够刺激，赛卡在学校各处都安插了监视符纸，都没有发现异常。这时，学院的副校长找来，让他和伊法明天傍晚到校长室一趟。阿米尤调侃又通知他退学。赛卡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，但还是和伊法一起去了。他们入学这么久都没见过校长，还以为只是帝都的官吏挂个名，没想到还真有其人，而且还是亚人。校长不爽地纠正他不喜欢亚人这个称呼，他是矮人族。赛卡的傲慢让校长想起了他的叔叔，两个人不愧是血亲。赛卡听懵了，他从没听说过他父亲有兄弟。言归正传，校长这次招两人来，是为了让他们去参加帝都举办的综合武术大赛。说是校长叫去了今天刚入学的新生梅贝尔，学校会出2个名额，一个是梅贝尔，另一个在赛卡和伊法之间选择。赛卡很在意那个新生，于是主动拦下了名额。听说这件事的阿米欧很不满，为什么这种事不来找他？因为大赛规则今天可以改成使用魔法，所以学院也获得了比赛资格。为了提升学院的评价，所以他们务必参加。而高年级因为沉迷研究没空参加。关于为什么选他，赛卡也问了校长，校长表示这是年长者的第6感。阿米欧不服气，论剑术他可不会输给任何人，但要说非要参加，他其实也没多大兴趣。比起和人家打架，他更喜欢怪物，他就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在候选里。赛卡和伊法都是魔法师，在对战中，魔法又比剑术更难对人施展，因为打中对方可不只有轻伤那么简单，一般人很难控制。阿米又觉得那个新生梅本就是走后门的贵族，想利用在学校参加比赛的经历给未来铺路，等到比赛时就主动弃权，肯定是被无忧无虑养大的，背后说人坏话，结果还被正主听见了。3人一扭头，梅本就站在身后，两个人一见面就火药味十足。梅贝尔回击，阿米尤才是被宠坏的大小姐，没有被选中仅仅是因为她没有实力而已。阿米尤也不是吃素的，借了模拟剑就要和梅贝尔决斗，赛卡没有阻止，这也是他认识梅贝尔实力的好机会。结果比赛开始，阿米尤没撑过2个回合就被梅贝尔击倒，他还不忘对勇者进行嘲讽。阿米尤不服，说好了不用魔法，梅贝尔却在一开始使用了暗魔法。梅贝尔并不否认，就是因为他以为下次还有机会，所以才这么弱。围观的赛卡也被无辜波及，要是他态度还这么轻浮，就应该马上退出，这可不是毫发无伤就能完成的比赛。赛卡表示他会考虑的才怪。一段时间后，赛卡和梅贝尔坐上了前往帝都的马车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伊法和阿米尤也跟来了。伊法要照顾赛卡，至于阿米尤纯是因为不服输跑过来观战的。车厢里时不时出言嘲讽他们的梅贝尔显得格格不入，他觉得学院里都是些天真的小孩子。赛卡也懒得和他辩解，毕竟他在梅贝尔眼里也是傻白甜。马车到了帝都，梅贝尔一下车就不见人影，晕车的赛卡已经快吐了，但还得撑着去竞技场看分组名单。赛卡推断他和梅贝尔应该会在决赛碰上，赛卡借口不舒服回去休息，让阿米尤和伊法去逛街，自己暗中着手调查学院派他出战的原因。帝都综合武术大赛很快开始，因为改了规矩可以使用魔法，参赛者一多半都是魔法师。为了防止选手在比赛中丧命，比赛追加了一项护符损毁，护符将代替拥有者承受攻击，超过极限便会损毁。第一场比赛是赛卡对战杂鱼佣兵，杂鱼没什么看头，被当场秒杀。小雪探头问赛卡打算赢到什么程度，他认为还是不要太显眼的好。最近赛卡的行动似乎缺乏思虑，而且还在过度使用术士监视会场。赛卡表示这是必要的，甚至比这场大会还重要。继赛卡之后，第2场比赛是水魔法师贝雷对战商会护卫凯尔，这是一场非常诡异的战斗。贝雷在那瞬间就像被定住一样无法动弹，凯尔径直走上前对着贝雷一刀割喉。比赛中出现了第1名死者，但观众却在振臂欢呼，明显将死亡当成了娱乐节目。但凯尔在杀完人后表情没有任何变化，明显是已经习惯杀戮了。凯尔的一只眼睛不对劲儿，赛卡猜测他可能是将咒术搭在眼睛上，用眼神诅咒对方的邪眼使者。赛卡第2战对战的是人偶操纵师，赛卡直接召唤莲佑砍碎了对方的魔像，轻松赢得胜利。当然这得伪装成风魔法，毕竟比赛场上禁止召唤师出场。伊法自从看了凯尔的战斗后就一直很担心赛卡的安危，但阿米尤笃定赛卡能赢得冠军，毕竟这种比赛对赛卡来说就像和小狗玩耍一样。赛卡安慰伊法自己不会有事。场上梅贝尔的战斗也已经开始了，他这一次的对手是强大的土魔法师赫罗。梅贝尔的西剑非常轻松切断了赫罗法师的实弹，赫罗见势不妙，立刻竖起10强掩护，开始咏唱高级魔法。但没想到他坚毅的10强在梅贝尔的飞刀面前像豆腐一样不堪一击，不管竖起多少都能轻松破碎。赛卡推断梅贝尔应该是在剑上附着了重力魔法，将其变得比岩石还要重。先不说他无咏唱就能使用的精湛魔法技巧，光是他的剑术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成的。赫罗完全不是对手，被打断法杖之后果断投降。这场战斗非常精彩，主持人夸赞梅贝尔是红发的勇者，这话引起了赛卡的注意。一问才知道，原来梅贝尔和历史上第2位勇者的名字一样，就连使用的武器也相同。赛卡瞬间明白了一切。深夜，绿毛男偷偷放飞了一只信鸽，然而鸽子刚刚起飞就被一只老鹰叼走。赛卡出现在绿毛男面前，问他是不是魔族间谍。绿毛男试图偷袭赛卡，反遭捆绑捕类。从进入帝都开始，赛卡就不断到处安插眼线收集情报，并
并利用式神听到了绿毛男和情报生的对话。绿毛男不敢开口，赛卡也没打算拷问，而是召唤出了能读取人心的怪物诀。简单来说，绿毛男就是安插在帝都的魔族间谍。魔族的一个大公爵预测到了勇者诞生，所以打算派人在勇者没成长起来解决掉他。信件上记载了勇者是梅贝尔的内容，因为他的出生年份、性别和发色与预言相同，再加上去年魔族送入学习的间谍和刺客神秘的消失，情报商之间还流传着梅贝尔就是勇者的消息，让他笃定勇者就是梅贝尔。一番拷问后，赛卡终于理清了所有线索，将绿毛男喂给了决以绝后患。赛卡召回劫走信鸽的式神，可惜信件都是用暗号写的，读不懂也只好销毁。反正他已经知道学员的目的了，那就是让梅贝尔假扮勇者，吸引大众的注意，好让魔族从真勇者阿米欧身上移开视线。人族里有魔族间谍，而魔族里同样有人族的。在哥德知道阿米欧是勇者时，学院也得到了这个情报。因为赛卡杀了哥德和恶魔，阿米欧就是勇者的情报没能传回魔族，只知道魔法学院里强大的红发女孩就是勇者这么一个模糊的概念。学院反过来利用这个情报推出了和阿米欧同年的梅贝尔，所以这次比赛没有让阿米欧参加。梅贝尔这个名字肯定也不是真的，赛卡也不在乎，只要他能保护阿米欧就好。不过关于学院为什么要他一同参赛，赛卡还得调查一番。第二天的比赛中，西岩凯尔又以同样的方式赢得了胜利。名为雷的年轻骑士因为能使用4种魔法也备受瞩目，赛卡和梅贝尔一路过关斩将，顺利晋级。明天就是他们俩的准决赛。梅贝尔让赛卡弃权，他是无论如何都要获胜的。他知道赛卡很强，所以没办法手下留情。赛卡难道想死吗？赛卡搞不懂他到底在想什么。想要晋级决赛就堂堂正正的一决高下，要是没自信赢他就明说。梅贝尔负气离开，不忘警告赛卡赶紧弃权。因为卡尔和雷恩的对手双双弃权，所以主办方决定今天就地举行他们的准决赛。这场比赛下来，雷恩也还知道凯尔的能耐。比赛一开始就用光魔法提升了自己的抗吸眼耐性，吸眼失效，但凯尔完全不为所动，仍旧持剑朝雷恩走去。雷恩使出多种魔法攻击，却起不到一点作用。很明显，凯尔和梅贝尔一样使用了重力魔法。眼看凯尔越来越近，雷恩创造出数只魔像站在面前。凯尔脚下突然涌出一团影子，化为尖刺，将石像齐齐消灭。雷恩趁机冲向凯尔，却离凯尔一步的地方动弹不得。凯尔用自身影子刺向雷恩的影子，将其禁锢在原地。就在凯尔挥刀的瞬间，警笛声响起，裁判判定凯尔获胜，晋级准决赛。明天就是比赛的最后一天了。赛卡不想出风头，本来决定明天输给梅贝尔，只是赛卡突然通过式神观察到梅贝尔出现在窗外，他立刻抱着小雪扑到床下。下一秒，梅贝尔砸进他的房间，两个人一路打到窗外。梅贝尔居然想要夜袭他。既然如此，赛卡也不客气，准备对梅贝尔动手。两个人的动静吸引了路过的醉汉，赛卡面露不爽，梅贝尔扔出飞刀赶走了醉汉。再一回头，人已经消失了，而赛卡也没了睡意，决定跑去骚扰梅贝尔。他睡不着，谁也别想睡。